驾。二小姐，阿姐呢？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？小姐，在路上有事耽搁了。我听吴相使说，你们找到天生五脉了，但把他给放了。百里东君乃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贸然抓他，本就冒险。更何况，他现在已拜入李先生的门下，所以。 原来他叫百里东君啊！怎么停了？继续说呀！我们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选，他叫叶鼎之。你离开男爵这么多年，发生了很多事，想必你也知道吧？师父被女道仙燕灵霞所败，男爵第一高手之位易主，很多人传你已经死了，但是您却忽然出现在天启城，大战学堂李先生，向天下人昭告您的行踪。 你想学魔仙剑，我不同意。当年我打不过李长生，去学了魔仙剑。1年之内，我的功力涨了6成，我依然打不过李长生。你想比我强，就不要走我这条老路。师父。 刀客凌云，是我。据说与燕灵霞一战之后，境界大跌。那是一跌千里啊！那你此番回来，是回到当年的境界了吧？就算回到当年的境界，也不过是再求一败罢了。久仰剑仙大名，今日我凌云。 也想求得一战，若赢，则在与剑仙与燕灵霞一战，重夺男爵第一之位。若败了呢？愿死！ 走吧。徒弟，刚才那一剑，你学会了吗？我看清了9分，不差。为师用毕生修为凝入了13剑，但这一路会有不少这样的人前来挑战。每次我只出1剑，你可都要看好了。好。除了最后1剑，那一剑不许看。师傅，你说我那如仙师傅，为什么让我酿那样一瓶酒，还挂在天启城最高的位置？我都没来得及问他。
你去问他呀。问我，我哪知道呀？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嘿嘿，骗你的！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是谁呀？师傅。嘿，是因为情债呀。当年你师傅喜欢上一个女人，后来他们分散了，你师傅就欠了她一壶桃花月落。那我挂在那儿，那女子便会看到吗？会的，因为那位女子就是天启城教坊32阁的主人。当年你师父答应他，说等他酿好了桃花月落，会亲自提着这壶酒来找他，而且还会娶她呢。但如果他没来，或者是让其他人提着这壶酒挂在那仙人指路台上，那就表示他已经死了，不必再等。教坊主人等了他好多年，期待有那么一天你师父会出现，并且娶她为妻。但是若干年过去了，你师父并没有出现。也许是等得太久了，他所求的，就是希望这壶酒不要出现在那高台之上。那这样，他就会知道他爱的人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我伤了我师娘的心了。哎，你这句师娘应该让她听到，她会很开心的。嘿嘿。是你？是我。你来做什么？给我送行。当心，此人似乎来者不善。季若风，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，也更执拗。我想知道一个答案，所以今日我定要来这里弄个明白。或许先生可以直接告诉我这个答案。你想要答案，我这里没有。你再废话，我就揍你。季若风，虽说你教过我几日武功，但恩情归恩情。若是你执意要拦我们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谁敢拦学堂李先生的路啊？除非学堂李先生现在已经没了武功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怎么说呢？要从先生突然离开天启城说起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世人皆知我李长生自由自意，率性而为，想离开，便也就离开了。真的只是率性而为吗？先生曾言与诗仙同游，一剑震天。可诗仙已经作古100余年，为何先生还在啊？还真有傻孩子信我这话。100年来，所出剑仙不知凡几，可为何先生偏偏独爱诗仙一人？是诗仙足够传奇吗？可难道李长生就不够传奇吗？需要杜撰一些仙气缥缈的故事来为这3个字增加传奇色彩。而倘若李长生和诗仙有救之事并非杜撰，那李长生究竟活了多久？白小堂自然查过先生一剑扬名之后的平生所历，不过区30载。如此推断，之前的李长生定然不是李长生。如果先生今日离开天启，恐怕世上再无李长生。是也不是？你真的比我想的要聪明。既然先生要离开天启，自然有你不得不离开的道理。所以我猜，先生不是不想继续当李长生，而是不能。为何不能？因为你已经没了武功。先生，现在愿意告诉我答案了吗？季若风，我师父是不是真的没了武功，我不知道。但你是真的很没有眼色。你的秋水诀是我教的，你有信心赢我？你不要太自信。如今我的师父可是李长生，况且我的西楚剑歌，可是如仙教的。你就不怕大好前途毁在这儿？姬堂主说笑了，我的大好前途坐在我身后呢。若是我让了，
才是真的毁了。小师弟总是能妙语连珠啊！今日过后，天选老人就只是一个老人了。仙人早。哎，早。昨日还是守寨星辰的天下第一人，今天连个野果都摘不下来。哎，好香啊！师傅，你醒了？哦，在练功啊？哇，好香的果子啊！百里师叔，你干嘛呢？吃果子呀。啊，吃饭了。吃饭了，师傅。怎么，师傅不在，自己吃独食啊？哼！来，师傅。太干，难以下咽。哎，东君啊，你说这树上的果子，是不是挺甜的呀？师傅当真偷看了？你只能问一个问题，确定要问这个？我怎么能忘得了您呢？
这还差不多。问吧，师傅，你真是神仙吗？什么神仙？遨游天地，长生不老。我轻功虽强，一跃也高不过一座山。内力再好，这一掌不过掀起一条河而已。论这剑术吧，我在天下剑客中，应该是巅峰的级别吧。但倘若你让我一次性杀1万个人，那我的剑怕早就折了。这还不算神仙？如果这还不算的话，那返老还童总算了吧？你已经180多岁了，正常人谁可能活180多年啊？而且你就这么走着走着，就变成了一个比我还年轻的模样，除了头发白点。行，那就说说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年少时去黄龙山拜了个师，学了个功夫。这个武功呢，非常难练，而且名字只有1个字儿，叫春。春。上古有大春者，以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。庄生逍遥有所言，正是这春的含义。只要练会此功，每30年便会重返青春，而在这返老还童的那一年，功力就会尽失，需要重新修炼才能恢复。倘若此刻我在天启城内，那这件事情必定会暴露。天启城人多眼杂，人言可畏，所以我必须走。于是你就找了我和尹师侄，和你一路同行，为了保护你。看起来也不是这么一无是处嘛。可是先生，为什么是我们啊？是啊，我们俩是所有师兄弟中武功最差的，且阅历最浅的。姬若芳说的没错，既然此功以30年为期，那么每过30年，我就会更换一次身份。倘若我一直留在他们身边，那我始终都是李长生。因为我与他们相处太久，身上有太多割舍不掉的东西，我不愿意这样，所以我就带上你。而你，是因为你师父跑来求我。你师父那样的人，竟然会为了一个徒弟来求我，有趣。说到这里，你们两个以后也别叫我李先生了。为何啊？因为属于李长生的30年已经结束了。哎，你们说，下一世我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不如跟你一样，取个复姓，就叫尉迟，或者叫欧阳、上官、司马。司马，南宫。什么？我只是觉得这个姓很适合现在的先生。南宫，好，南宫。那叫什么名呢？李先生虽然执掌学堂，但是他根本就不像个书生，行事作风非常狂。我这一世要当个儒雅的书生，就如同这春水一般荡漾，如同春水一般温和。春水，春水，南宫春水，就这么定了。南宫春水，这么随便的吗？取名字就是要痛快嘛。你们以后呀，就叫我南宫兄，啊，春水兄也行，都可以。外人问起，你们就说我是你们游历江湖认识的好友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南宫春水。春水兄，咱们此行究竟要去哪里啊？
这天下间有一座城，风花雪月，人间至美。这里，雪月城。雪月城，没错。下观风，上观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。想要进入这雪月城，就要先闯过一座登天阁。登天阁外皆是凡尘，只有真正登上了那天，才能见识到真正的雪月风华。此去千里，正好可以一行观尽天下。春水兄，真有雪月城这个地方吗？该不会是你瞎诌出来的吧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你没听过的事儿可多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就连北离的皇帝都不知道这天底下的庙城究竟有几座，更何况是你。你师父教你的那套烟云剑舞，是他向我拜师时我传给他的。现在他要传给你，我看了也确实适合你。你就先练着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问。多谢春水兄。对了，你师父登场的那套，你可千万别学，羞死个人！哎呦，天哪！是，那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师父。放心。至于你吧，我什么呀？你该不会还想教我武功吧？就凭你现在？现在我武功暂时是废了，但是功法可都在我脑子里。你再看看你，有着绝世的内功、绝世的剑术，还有这副经药酒打造的药修之体。但你怎么还是那么弱呢？哎，要教我你就教啊，可不带这么损人的。你想想啊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不会走路，但他却学会了飞，那他能飞多高？飞多远呢？哎呀，拿着，什么呀？绝世武功秘籍。袖剑19式。公子你好眼光，这是我们这儿销量最高的剑谱。多少钱啊？3文一本，童叟无欺。袖剑19式，你确定这是绝世武功秘籍？这不是3文钱一本的地摊货吗？以前我有一个朋友，就只会这一本3文钱一本的地摊货。这剑法如此蠢笨，为何还要反复修炼？因为我出身寒微，所以只买得了这一本剑谱。练了多少年了？我5岁开始练剑，至今已有17年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即便是最普通的剑法，只要练上1000次、10000次，也能领悟其中的奥妙。所谓聚沙成塔，滴水石穿。聚沙成塔，水滴石穿，怎么听起来像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呢？哎，对了，后来他怎么样了？一定是一辈子寂寂无名吧？寂寂无名。我的那位朋友正是在这本最普通的剑法的基础上，创立了一套绝世的剑法。剑法名列国。列国？列国不是小师兄的家传剑法吗？正是。我的那位朋友，就是当年手握天下第一剑天真，
号令千军万马攻占旧都，并创立了万世伟业的北离开国皇帝天武帝萧绎。这故事该不会是你编的吧？信不信由你喽。先生是想通过这件事情告诉你，你的西楚剑歌固然高妙，但在江湖上不缺高妙的剑法，反而因为它太过精妙，很多时候难以施展。你缺的是如何把这袖剑19式练成西楚剑歌。剑在你手中，即便是最普通的剑法，也可以舞出最绝妙的风姿。不错，不错。袖剑19式，好好练吧。真是这样。徒儿，你还记得上路前我说的那句话吗？哪句？看好我出的每一剑，除了最后一剑，不然功亏一篑。我不想错过那一剑。我的傻徒儿。料峭凌波来，舟上玉生烟。羽生魔，你还是来了。春水兄，这剑仙羽生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云哥跟着他，该不会学坏了吧？哼，我这一路上听着好几个江湖人说，他带着云哥闯男爵的事儿。这羽生魔啊，年轻时有个称号，叫做羽狂徒，就是因为他很狂很傲。年轻时行走江湖，打败了不少武功远远高过他的人，靠的就是这身狂气。可惜啊，可惜后来遇到了李长生。这李长生何许人也？更狂更傲。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有意无意的夸自己啊？臭小子，我这是夸自己吗？我分明就是在夸李长生。我都说了，这一世我要做一个儒雅的读书人，翩翩少年，不闻天下事，只为美人折腰。您都180多岁了，还为女人折腰呢，就不怕把腰折了呀？哼！春水兄，这羽生魔啊，年轻时很是俊俏，只是后来练魔仙剑时出了差错，竟变得比女人还要美。你看，他就不如你，不懂儿女情长，不然也不会千里迢迢拿着剑去杀燕灵霞了。春水兄，燕灵霞怎么啦？
漂亮，真是漂亮。你是真不怕把腰折了呀？再往前5里地，会路过个小镇，叫做千月镇。今天我们就在那儿休息。嗯。